一个女孩在出门购买零食后再也没有回家，多家罪案频道长期关注此案。起先人们怀疑女孩可能是离家出走，这对女孩的家人无疑是另一种打击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此案的真相最终被揭示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奥赛博福克斯失踪案。奥赛博福克斯位于纽约州东北部，它的北部大部分地区属于克林顿县，南部则属于埃塞克斯县。这里距美加边境线直线距离不到70公里。小镇的大部分面积被森林所覆盖，总人口仅为670人。这里安静祥和，大部分居民都互相认识，是全美最安全的城镇之一。卡里尼克松1971年5月2日出生于克林顿县的普拉兹堡，他和父亲加里尼克松和母亲凯西尼克松以及妹妹洛里和2个弟弟一起居住在奥赛博福克斯。1987年，卡里在奥赛博福克斯中学读高2，他不但成绩优异，还是学校垒球队的投手，同时他还擅长写作和唱歌。在妹妹洛里看来，姐姐不仅优秀，还善解人意，她总会为他人着想，并常常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，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妈妈。卡里是洛里的偶像，也是父母的骄傲。1987年6月22日晚上9点多，尼克松一家在客厅看电视。此时卡里的父亲说，饮料和零食吃完了，希望卡里去超市买一些。卡里愉快地答应了。超市距离卡里家很近，还不到2个街区，所以没有人觉得卡里去买东西是件危险的事。卡里是9点半左右出门的，在等待零食的过程中，凯西和加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洛里和2个弟弟在不久后也各自回房睡觉。当加里和凯西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半夜1点多钟。凯西去卡里卧室看了一眼，隐约看到卡里在床上睡觉，所以没有打扰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凯西和往常一样叫孩子们起床。此时他发现卡里不见了，他问洛里是否看到姐姐，洛里说没有。凯西努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事，他最后一次看到卡里是他出门买零食。凯西顿时觉得事情有些不妙，她赶紧叫醒丈夫，2人立刻开始打电话寻找女儿。他们打电话给卡里的祖父母、同学和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人，但没有任何人见过卡里。凯西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，她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，去任何地方也都会事先告诉父母，所以凯西非常担心。当天晚些时候，家里印制了一些寻人启事，并召集亲友一起分发到小镇的每个角落。但忙碌了一整天，还是没有卡里的任何消息。于是凯西和加里选择了报警，并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。对于警方来说，卡里这个年纪的青少年一晚上没有回家并不罕见，他们大概率是和朋友在一起，通常会很快被找到。但即便如此，警员马克雷维特还是来到卡里的家里，他一边对夫妻2人进行询问，一边安慰他们会没事的。马克说，在他从警的8年里，遇到过很多像卡里这样的情况，但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失踪案。凯西向马克描述了卡里的特征：棕色头发、蓝色眼睛，双耳有多个穿孔，左边2个，右边4个。离开家时，他穿着栗色运动裤、黄色 T 恤，袖子上有蓝色条纹，牛仔夹克以及白色平底鞋。出门时，他只带了20美元。在询问过程中，凯西说，卡里是个值得信赖的孩子，他不会没有告诉家人就在外面过夜。马克意识到这次可能与以往不同，他查看了卡里的房间，卡里的床边有一本看到一半的书，他刚取得的驾照和常用物品都没有被带走，看起来不像是有准备离开的样子。接着马克去了附近唯一的超市，虽然超市店员不知道卡里的名字，但看到照片后就认出卡里昨晚来买过东西。由于超市的客人并不多，店员很快就找到了卡里购物的清单。清单显示，卡里购买了牛奶、苏打水和薯条，时间为9点45分。店员回忆，卡里在超市只逗留了几分钟，买完东西就离开了，期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根据这一线索，
至少可以说明在9点45分以前，卡里还没有失踪。第二天，警员查德·塞佩克参与了卡里失踪案的调查。警方首先对尼克松家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询问，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。因为这里是一个小镇，如果有陌生人或陌生车辆进出，很容易被人察觉。但警方挨家挨户的询问后，依然没有获得任何线索。接着，警方扩大了搜索范围，多名县警、护林员参与了搜索行动，甚至还出动了警犬和直升机。警方还在多个路口设置了路障，检查来往车辆，但这一切依然毫无收获。卡里就像蒸发了一样，毫无踪迹。一夜之间，小镇上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个女孩失踪了。地区检察官帕纳德·马龙也是小镇的居民，他非常重视此案。帕纳德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，他能理解尼克松一家的心情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女孩的失踪甚至比她被谋杀更令人担忧。6月24日，一个年轻人在他母亲的陪同下来到警局，他名叫贾斯汀·阿切尔。贾斯汀有些不情愿地告诉警方，在卡里失踪的那晚，他曾去过卡里家附近的女友家，并且他看到卡里拿着一个购物袋在街道上行走，但他和卡里没有任何交流。之后他就开车离开了。贾斯汀有过2次轻微的犯罪，他算不上是一个安分的孩子，所以他的母亲在知道他见过卡里后，就逼着他来到警局把事情说清楚。警员查德对贾斯汀的印象很不好，因为他在描述过程中语气很随意，显然他对卡里的失踪毫不在意。但如果真如他所说，则对调查工作有很大帮助。根据贾斯汀的描述，他见到卡里的地方距离卡里家不到300米，也就是说，卡里就是在这300米内失踪的。不过，由于贾斯汀有犯罪记录，以及他说话时的态度很糟糕，查德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，甚至怀疑他没有说出所知道的全部。然而，他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卡里的人，因此查德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怀疑，并提出要对贾斯汀进行测谎测试。这一次，贾斯汀调整了他的说法，他说他看到了卡里，并且跟他打了招呼。贾斯汀对2次描述不一样的解释是，他不希望自己卷入得太深。贾斯汀坚称自己与卡里的失踪无关。查德继续问贾斯汀，在那之后他去了哪儿？贾斯汀回答说，他开车去了女友家，直到第2天才离开。贾斯汀确实通过了测谎测试，但查德还是找到了贾斯汀的女友珍妮。珍妮证实了贾斯汀的说法，他不认为贾斯汀有任何异常。尽管这还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，但警方在检查了贾斯汀的车辆后，也确实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与失踪案有关的证据，因此贾斯汀的嫌疑暂时被排除。眼看卡里失踪已超过48小时，凯西和家里知道女儿一定遭遇了什么，他们非常担心，但在3个孩子面前又不得不保持像平时一样。洛丽清晰地记得，在没有姐姐的日子里，全家人都失去了活力。与此同时，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。在卡里失踪的第3天，纽约州警接到一通电话，拨打者告诉警方，他觉得有一个人很可疑，他名叫特德·普莱尔。警方立刻对这个特德进行了调查。特德当时44岁，他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经常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。他喜欢跟踪女性或是暴露自己，很多人不堪其扰，但由于他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，加之被他盯上的女性也不希望自己的事让更多人知道，因此特德从未受到指控。但显然特德是个危险的人，而且巧合的是，特德就住在距离卡里家几个街区的地方。查德很快就找到了特德，并对他进行了询问。特德坦率地承认，他确实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但他从没碰过任何人，并且他永远不会这么做。他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。当查德问案发时他在哪儿时，特德说他和母亲在家看电视。他的母亲证实了他的说法，
因此特德也不具备作案条件。到目前为止，警方的调查依然没有头绪。然而随着事件曝光度越来越高，也开始流传出一些异样的声音。有些人捕风捉影地认为，可能卡里过得并不幸福，他是自己选择了离开。这些谣言是对尼克松一家又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只有熟悉他们的人才知道，卡里非常幸福，他的家人都非常爱他，卡里绝不可能离家出走。警方也在发布会上指出，卡里没有带走包括驾照在内的生活用品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自愿失踪，并且继续呼吁潜在的知情者能向警方提供任何可能有价值的信息。在之后的几个月里，尼克松一家在煎熬中度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卡里可以平安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在卡里失踪1年后，该案在程序上已经停止调查，但警员查德却从未放弃。他知道事件的真相一定存在，并试图找到它。他认为导致卡里失踪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随机作案，并且既然他做了一次，很有可能还会做下一次，所以每当在附近的州县发生类似案件的时候，他总会与相应案件的调查员交换意见，看看是否和卡里案有某种联系。同时他还密切关注任何因绑架或性侵犯被捕的人。由于职务关系，他还积极联系罪案频道，希望卡里的家人有机会在电视台讲述他们的经历，这将有可能获得新的线索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每当关于卡里失踪案的节目播出时，警方总能接到很多电话。很多人确信他们见过卡里，这样的目击信息总计超过600条。查理将每一条信息都仔细地记录下来，并一一追踪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是看错了，但也有一些目击者的描述听起来非常真实。查德去过很多地方，向目击者了解情况，其中甚至还包括法属塔希提岛。这趟行程足足用了查德1周的时间，但这些调查工作的结果都令人失望。而就在此时，查德又接到一个电话，拨打者说他在观看演唱会的录像时看到了卡里。查德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尼克松一家，并让他们一起反复观看了这个录像。凯西和家里非常激动，因为录像里的女孩确实和卡里长得一模一样。全家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女儿。要找到这个女孩并非易事，但在警方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这个女孩以后，却发现她并不是卡里，而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另一个女孩。1990年底，在卡里失踪后的第4个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，查德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，无意间获得了一条新的线索。一个叫塞斯·马瑟斯的居民告诉查德一个奇怪的故事。他说几年来一直有一个人在后面的树林里祭拜一棵树。查德根据他的描述找到了这棵树，一束尚未完全枯萎的花被绑在树的根部，这看起来有些诡异。从花束的枯萎程度来看，应该放置了不到1个月。查德知道有些凶手会去凶案现场祭拜受害者，可能是出于愧疚，亦或是回味。他敏锐地联想到这会不会和卡里的失踪有关。查德立刻对树林进行了仔细的搜索，并使用嗅觉探测器寻找附近是否有受害者的尸体，但没有任何发现。接着查德试图找到这个祭拜者，他注意到花束中有百合花，百合花通常生长在温带地区。此外，捆绑花束的是一种2指宽的红色丝带。根据这些信息判断，花束不是野生采摘，而是从花店购买的。奥赛博福克斯一共只有3家花店。查德询问了店主在过去的1个月里是否有卖过相似的花束，但由于花束太过普通而难以确认。为了找到祭拜者，查德联系了边境巡逻队，让他们对附近加强巡逻，并在花束的附近设置了传感器，如果有人靠近，他就会第一时间知道，附近的巡逻队也能尽快赶到。在之后的几个月里，传感器因为动物和大风出现过几次误报，但最后一次查德确定是祭拜人。不过这一次巡逻队距离较远，当他们赶到时，只看到花束已经被替换，人却不见了。
就在查德以为又要等待很久时，赛斯告诉查德，他看到了一辆陌生的车辆，并记下了车牌号。查德非常高兴，他觉得这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密码。很快，查德通过车牌号找到了车主信息，家住康涅狄格州的巴雷特·迈克尔，那里距离奥赛博福克斯超过400公里。查德立刻驱车前往那里，并找到了巴雷特。巴雷特承认花束是他放的，他还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。他3年前在奥赛博福克斯购买了一块土地，并向女儿承诺会在那里建一个滑雪小屋。但在不久以后，他的女儿就因为癌症去世了。他和妻子决定将女儿的骨灰撒在他们原本规划的土地上。他非常思念女儿，所以一有空就会去那里祭拜。经调查，巴雷特的描述是真实的。显然，巴雷特不是查德要找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。自卡里失踪以来，查德共调查了超过70起目击事件，进行了1500多次询问，并检查了200多具身份不明的尸体，但卡里依然没有被找到。1994年1月，距离卡里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7年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卡里将永远无法被找到时，事件迎来了转机。一名律师打电话给查德说，他的委托人想找查德谈谈。这个委托人名叫罗伯特·琼斯，他和他的妻子特蕾莎因涉嫌抢劫罪而被警方逮捕。由于人赃并获，他和妻子被定罪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夫妻2人都将在监狱服刑。但他年迈的父母和2个孩子都需要人照顾，所以罗伯特希望和查德做一个交易，以换取他妻子的缓刑。作为认罪协议，这是可以考虑的。但由于罗伯特目的明确，谁也不能保证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完全有可能提供虚假供词来帮助他的妻子。罗伯特肯定地说，他将证明他所说的一切。查德找来了地区检察官，他和检察官一起对罗伯特进行了审问。接着，罗伯特开始讲述他的秘密。在卡里失踪那年，他住在缅因州。那晚，他回家乡奥赛博福克斯看望父母。途中，他看到购物回家的卡里。罗伯特描述了卡里当时的穿着和所购买的零食。他将卡里塞进车里，然后开到父母农场后的一个小木屋。在那里，罗伯特侵犯了卡里。事后，他曾答应会将卡里送回去，但途中罗伯特反悔了。他最终杀害了卡里，并将尸体就地掩埋。这件事，他的父母和妻子都不知道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。从罗伯特所说的当时卡里的衣着和购买的食物来看，他确实知道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信息，但这还不够。查德提出要签订认罪协议，就必须帮助警方找到卡里的尸体，这才能证明他是真正的凶手。1994年1月28日，罗伯特带领查德来到距离卡里家约4公里的地方，接着他继续往树林深处走了大约100米后，指向一个地方。他描述了卡里侧躺的姿势。没过多久，警方真的找到了一具遗骸。从运动裤、衣服和鞋子以及牙科记录可以确认这就是卡里。时隔7年，终于找到真相的查德不知道该喜还是忧。在挖掘过程中，查德问罗伯特，这里到处都是树木，你是如何在多年后一下就找到的？罗伯特说，他每年都会和家人来这里度假，目的是为了查看有没有被人发现。当查德将这一消息告诉尼克松一家时，家里浑身发抖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很久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落泪了，现在他们就像又一次失去了女儿。即使他们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显然还不够。最终，罗伯特·琼斯因1级绑架罪、1级侵犯罪和2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8年不得假释。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，该罪与他因抢劫罪被判处的15年监禁同时服刑。这意味着罗伯特因谋杀卡里只额外获刑3年。他的妻子特蕾莎获得了缓刑。罗伯特在入狱后不久就和特蕾莎离婚了。
他于2005年被转移到纽约州立监狱服刑。2011年9月，罗伯特第一次申请假释，奥塞伯福克斯的居民们自发向假释委员会写了联名信，反对罗伯特获得假释，他的假释申请被驳回。2018年，他的第二次假释申请再次被纽约州立法院驳回，他最终于2023年8月获得假释。加里和凯西以卡里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学基金。遗憾的是，2007年12月3日，卡里的弟弟乔纳森因病去世，当时29岁。他留下了一个女儿，为了纪念他的姑姑，他取名为卡里·尼克松。